祖国，不要管我们，开枪开炮吧，消灭这些汉奸土匪！祖国，来世再见！老天！周书记啊，中国百姓深受反动势力压迫，咱这儿的百姓头上还有土匪这个祸害，总有一天要推翻这些反动的势力，咱一定要把这千百年来屡治不绝的匪患彻底的根除。匪患本来就是国民党腐败政府的副产品，现在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们必须要消灭的敌人。王玉、朱梅，刘总指挥带着白宋去查找跳崖的乡亲们了，你们去看看吧。王干事，王干事，这位，王干事，土匪杀害了下卷里边还有一个活的，说是恁家的人。是啊，王干事家的。去看看。等死的牛，牛牛睡觉觉，当牛睡觉觉，牛牛给娘当子的，牛牛牛睡觉觉，牛牛给娘当子的。再回家，回家。庄老师，庄老师，庄老师，恁娘还活着嘞！啊，还活着啊？还有谁？还有王伟昌大叔和大娘。快，咱们看看去啊！走走走，去看。
放心一点。好，放心吧。来。都吃饭吧。钟梅，动筷子。爹，我吃不下。王爷，你多吃点儿。以后这就是你的家，房子也都给你收拾好了，要回来住啊。老周给我安排了宿舍，也挺方便的。那宿舍和家怎么能一样呢？再忙都要回来，听见了吗？王月，你就搬过来吧，上班我们一块儿去。那我回来住。白松，爸，现在的时局，你有什么看法？武汉会战打了3个月了，捷报有，但不足以阻止日寇。要我看，还是会放弃。不过，迟滞和消耗敌人战力的目的，应该是达到了。可是为什么要放弃？再放弃，中国就放弃完了。在战争当中的弱势一方，有时候必须做出战略退却。那为什么我们是弱势的一方？我们人多呀，几个打一个还打不过吗？现代战争不光是靠人，还靠的是武器装备、编制训练水平，以及技战术的运用。就好比现在把挺进支队拉出去，跟日军一个满编的小队打，我们可能打不赢。有的士兵甚至连枪都没有，光靠大刀长矛是没办法和机枪、掷弹筒对抗的。是啊，你们的装备实在是太差了，可政府现在财政上也拿不出钱来，得想办法改善你们的武器装备。师伯，我们现在是缺钱吗？日寇一来，加上那些土匪和散兵游勇的敲诈勒索，民生凋敝，税收礼金都大幅下降，可方方面面都需要用钱呐。尤其是军队，武器装备仍吃马位，还有弹药的消耗，哪样可都不是小数啊。白松哥，如果我们能有钱，你能买到武器吗？能。凭我在军界的关系，还能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拿到。只不过，一把步枪连子弹要70、80大洋，装备一个中队就要上万银元，机枪、迫击炮，更是以1000元计算。到哪儿去找这么多钱啊？不过没关系，我看有机会去问问我的老长官，从他那儿要一些武器来。白松哥，我能帮你们找钱。你家里还有存量的现银吗？我爹那个老财迷，他一有钱他就买房子置地。
哦，不收公事，不收公事，吃饭吧，啊。王干事，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呀？后边这些人是谁呀？他们是干什么的呀？我要把家产卖了。后边这位是城里四海钱庄的朱老板。啊，你要卖房子卖地呀？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那俺这些佃户怎么办呀？俺这佃户，你放心，我找你就是让你代表农救会来见证买卖的过程。合同上我都写了，以前的租佃关系不变，而且农救会的地租规矩也不能变。哎，那太好了呀，王干事，俺们老百姓啊，就靠这一点地了，什么都没有了。你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哎，现在的日子是好了，还他娘没有了。我是真没想到。还他娘能为了孩子，跟土匪是打起来了。哎呦，你说说啊，我要不是觉得他给俺撇下这5个孩子，我早就跟他一块当兵，我打鬼子，我打土匪，我弄死他们。王干事，你要求的租佃关系不变，农救会的地租规矩不变，家丁长工雇佣不变，俺老板都同意了。你临时又要了5亩水稻地和1处房产，俺老板也答应了，我也写进了契约。你再让一点，5万个价格实在有点贵，你再让5000，4万5咱得成交，签字画押。我已经卖便宜了，虽然我不懂生意，但是我以前经常听我爹念叨，他说他有10万身家。这不是咱乱时期吗？谁还有心思去买房子地啊？都不值钱了。张鹏先生，我先不跟你谈了。朱老板，说实话，我卖了这些是为了买武器打日本。等把小日本都赶走了，您想想，您的这些房子啊、地的还会这么便宜吗？所以现在你就不能多出一点来支援抗战？我是宣传干事，募捐也是我的事。就算是为了抗战，找您捐钱，难道您也不给？哎呀，生意归生意，哎，募捐归募捐，这不能混着来呀。王干事，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就别卖了，俺带着农救会的人给你管起来。你像这个什么这个地啊，保证能给你种好了，生意买卖都给你经营好了。俺把挣的这个钱全支援抗战，有什么了不起的？曼托，你说的是真的？真的，真的。俺除了会种地以外，俺还会干很多的活。村子里这几家大户的这个活，俺都会干。油坊、豆腐坊、烤烟坊这些活，俺都干过，都揽过，没什么了不起的。哎，我保证，你只要让俺管，就是比现在更挣钱。哎呀，那可不行啊，王干事，我知道你是公家人，又是组委会长手下的，可惜啊，我才跟你谈了这个事儿啊，我的钱都预备好了，可不能变。那，你再一算一下，这4万8就成交。成什么交？谁让成交的？你为啥说？大王庄的房子地，闺女家的，说卖就能卖，不行。咦，他家不是没人了吗？啊，这女儿又没出门子，他怎么就不能做决定啊？他早晚得出门子。我们这个一个族都是亲戚，我们可以组织。那族里不管，那村里财产不都是便宜外星人家了吗？闺女连族谱都上不去，咋没财产？你们都是封建的老一套，现在抗日政府能支持我，我去找刘祖光会长。回来找谁也没用，这是老规矩了。俺能说了算。
大王庄的房子地，闺女家的，说卖就能卖，不行。闺女连族谱都上不去，咋卖财产？你们都是封建的老一套，现在抗日政府能支持我，我去找刘祖光会长。回来找谁也没用，这是老规矩了。俺能说了算。你算啥？你不就是个小吗？你现在连后都没有了。俺有后，王相府有后，俺是王相府儿子的娘，俺怀孕了。你被土匪接上山，谁知道谁的种啊？土匪崽子吧？哎，男女授受不亲，干什么？这都6个月了，你说是谁的种？土匪没来，老爷就让请吕家寨的杜神医，好不卖，是男孩儿。俺不会写字儿，俺手印成吗？你成，按个手印就成。老叔，评评理，讲不讲王法了？啊？哎，不能！等一下，福华，你怎么一直都没跟我说呀？不行，这个不能签，我要改契约。娘们儿大义灭亲，管不了了，走。福华，我目的跟我们娘俩吃饭去了。福华。太好了，看着就带劲儿。白松，哎，这回你可是立了汗马功劳了。哎呦，爸，首先还是得有钱，还是人家蒙玉的功劳的。是啊，秦家荡产支援抗战，高风亮节，垂范一方。抗救总会要大力的表彰和宣扬。那这个，哎，总指挥啊，你看到了吗？啊，现在咱们挺进支队的装备，绝对不会输给鲁南任何一支抗日队伍。是。只可惜啊，没有买到国产的82迫击炮，太紧俏了，没货。已经很好了。白松哥，你回来啦！哎呀，这么多新武器啊！白松哥，你可太能干了！挺进支队整体注意，听我口令，面向王玉同志，立正，敬礼。我代表挺进支队全体官兵，向王玉同志对我们的巨大贡献表示感谢。我代表5县人民，代表抗救总会，感谢王玉同志做出的巨大贡献。王玉，谢谢。别别，大家去忙吧。请王玉同志检视我们所购武器弹药。王玉，我可没浪费你给我的1分钱啊，更没有吃回扣。你看看这个，80元一支，连步枪带子弹，我压到了67块。看，哎呀，白松哥，谢谢你。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你说。我想调进挺进支队参加对日寇的作战。这个我决定不了，你得问刘总指挥和冯支队长。这个我不能答应。王家就你这点血脉，
不能再让你出生入死的冒险。可是我都有弟弟了，刚才你们也说我立了功，那这个要求不能答应吗？王宇，来，王宇，你还没有经过训练啊，射击、骑马、头戴、拼刺你都不会，我来教你。等你学会了，咱们再聊这个问题，好不好？好，那我保证很快就学会。我还给你一个小惊喜，我在战区的军械官那儿特意给你要了一个小礼物，来，去吧。这也是我的。真漂亮。那你明天就能叫我使用吗？你让我休息2天，把这些武器弹药给挺宁支队分配完，好不好？好，那你分配完就叫我。保证完成任务。哎，王玉。哎，庄兵叔，赶紧放下你这手里的工作，跟我走一趟。我跟你上哪去？你跟我开玩笑呢？我没跟你开玩笑，这周书记、刘会长那边假都给你请好了，他们也说你必须得去。这么重要的事啊？嗯，好好好，赶紧去了就知道了啊。好，走走走。哎，你得小心腿啊。没事没事没事，走。走。王玉，你要带我上哪去呀？上大街上来谈工作吗？哎呀，你别着急，你跟着我走。上哪去啊？到底啊？马上到了。哎，这是接头地点啊？对，就是这儿了。哎，才是顾客给你看腿。我不用看腿，我腿挺好的，现在也不疼了，就是走路有点不平而已，我不用看。怎么不用看？你这腿，你想当一辈子瘸子呀？你再说了，就你这腿，我跟你说，你这个打起仗来你都跑不快。我可以学骑马，我不看。就是你这腿还骑马，我跟你说，你夹不住马，你都得掉下来。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是刘竹梅让我来的，我是有使命的。他这妇救会有点事，忙完了就过来。哎，行了，我不跟你废话了，快走，跟我进去。啊，竹梅也过来吧？哎，来，你快，哎，不是我这个腿啊，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你要怎么看呀？啊，快！谢谢大夫啊。你的腿啊多次受伤都没有接好，要想彻底解决啊，必须断开重新接呀。断开重接？是的呀。哎呦我娘，大夫，我这个腿断了2回了，那每次都疼得死去活来的，这算刚好养好，讲解讲解就行了，可别断开再重接了。这遭罪不说，这得花多少钱呀？我。哎呀，这钱的事不用你管。那谁管呀？我不能要别人的钱呀。你这腿据说是抗日受的伤，我可以免费给你治疗啊。你看。哎呦。啊，谢谢大夫啊！我回家好好考虑考虑。哎，这还没治呢。你得先治疗呀！这咋整的？这你走啊！你快来！你治管管他，他不治他怕疼。你看你王玉，你谁说怕疼了？我不是怕疼，我是怕这花钱。不要钱，免费治。你看，行了，别嘴硬了，走。你先坐，坐啊，坐，小心一点。哎，谁都怕疼，但有时候该忍就得忍着。你之前2次受伤都拖腿上忍下来了，怎么这次就胆怯了呢？哎呀，那之前那急的都忘了疼了，没事。你看朱哥，你怎么老跟我这条腿较劲呢？哎呀，就这样吧，咱就别添麻烦了，啊。朱梅，你别生气，我知道你是好意啊。我这条腿就这样吧，不影响工作。
人能够忍受痛苦，肯定是有原因的，有的是为了尊严，为了信仰，为了承诺，或者是为了更高追求，再或者是为了什么？为了爱情，为了刘竹梅。要在平时，我非得拧着小妮子的嘴，不过今天就算了。干脆的说，我不喜欢看到你一瘸一拐的样子。你可以因为这个理由，忍受一时的疼痛吗？那肯定能啊，肯定能吧。你让他自己说。哦，那你自己说。来，给我出去接骨衣，你给我接好了。好嘞，马上哈。多大慢药？好嘞。怎么样，高矮合适吗？合适。哎，周书记回来了。哎呀，我们都在这等着你，给我们带好消息呢。哎呀，我这一回来啊，就让小刘把你们召集过来开县委会。我这么急啊，那一定是有振奋人心的好事。哎呀，我们都等着呢。你别卖关子，你快说。李玉同志回来了。他在延安啊，跟毛泽东同志汇报说，咱们山东呢，地域广阔，物质丰富，人口众多，十分有利于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呢。毛泽东同志当时就表态说了：“好啊，大水养大鱼嘛。”于是啊，就仔细地研究了咱们山东的情况，并且召开了高层会议，专门讨论。现在已经决定给我们山东派战啊！另外啊，还派来了正规的老红军部队啊！太好了！中央来的张经武，还有其他的领导同志和李毅同志，已经回到咱们山东啊。好啊！这部著作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抗日战争做出的最新的经典论述，一经发表，影响力极大。就连蒋介石和他们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在研读，赞不绝口啊！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很可惜，我只抢到了3本啊。这有一本呢是上级指示给刘祖光同志的，朱梅，你拿回去给你父亲。谢老周同志啊。一本呢我来保管，另一本呢就给齐峰同志。啊，慢点。哎，谢谢大家伙啊，都相互传阅一下啊。哎呀，谢谢周县长。对不起了啊，大伙，我这先睹为快了啊。你们都认真看看。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中日战争的持久战，具体表现于3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和我之战略防御的事情。第2个阶段可以名之为战略相持阶段，尤其战争在第1阶段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太好了，中国必胜，虽然不会是速胜。
吉宝，哎，周书记啊，看得怎么样了？哎呀，我看得太激动了，我这一肚子话，我就是想找你说一说啊，周书记。好，你说这说的不就是咱们这慢点，顾城现在这个情况吗？啊，而且他告诫我们，下一个阶段，战斗会更加残酷啊。哎，这时候也不早了，你呀，简单说说。那你看啊，它里面写到这个，兵民是胜利之本啊。对，这就是这么回事啊。因为只有我们跟老百姓是同甘苦、共命运的呀。我们只有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动员起来，才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之中啊！是我们这些人与人民群众鱼水相融的政党和军队，在这个汪洋大海里边，就能发展成无敌的鲲鹏啊！说得好。哎，等大家伙都看完啊，咱们开次研讨会，到时候你重点发言。好，好。我刚刚看祖黄先生那屋灯暗亮的啊，咱们去看看他啊，找点消息。哎，好，慢点啊。喂，哎呦，这时候可是不早了啊，您还不回家休息啊？是你们不让我休息啊？啊，这话怎么讲？我正要回家呢，朱明就给我送来毛先生的大作啊，我只读了2页就收不住了，必须通读而后快。哎，这不，刚刚看完。还在亢奋之中呢，哎，正好，来，坐，好，正好聊几句。哎，好，小赵你慢点，哎，没事。刘总指挥啊，那您看完之后啥感受啊？感受良多啊。过去我主张抗战，更多的是基于民族的尊严，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热血。但是对抗战的前途并不明确，经常想，大不了以死相拼，抗争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毛先生的大作改变了我。周书记，我现在坚信，中国必胜。虽然不会是速胜，但每一场战斗，每一次牺牲，都是在向着最后的胜利前进，绝不是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我们是在创造中国战胜强大侵略者，重振河山，光复中华的历史啊！哦，天亮了。红日一出，黑暗必定消退。我的大文人写什么呢？哎，你这长篇大论比不上我这张电报纸，看看。我们走了第1步，山下葱，开始走第2步了，好事儿啊！好，这个办法不错，既不伤害咱们的名声，事情给咱们办了。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那我明天就开始行动了。行动。叮嘱大家不要有任何疏漏啊！刘总指挥，周书记，行，你先去吧。好。这位是蒙水县县大队的吴参谋他有紧急的情况向你汇报。什么情况？今天孙玉林突然出动部队，说是奉了你的命令，要进入蒙水县城，然后就抢占了县政府，包围了县大队。我们县委书记为了避免冲突，经过谈判，把县大队撤到了城外，同时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暂时撤出了城里。这刚安排好，书记就紧急派我骑马赶过来，问问刘总指挥到底有没有这命令。我根本没有给救国军下过任何命令，更不可能让亲孙子去占领蒙水城。这个孙玉林一口咬定说是奉了您的命令，所以我们书记只好先缓和局势，撤出了城外。孙玉林觊觎蒙水已久，居然假传命令，
势不可数。走，我跟你去看看。董指挥，安全起见，还是派个人带着守兵过去吧。根据情报，宜州的日军要对蒙水移山动手，那正好。如果孙玉林真心抗日，那就让他跟日本鬼子打一仗。那您就多带着部队过去，以防万一。现在带部队过去速度太慢，如果孙玉林有二心，那就让柏松新成立的骑兵连跟着你一起去。好。 哎呀，共产党的县政府就俩字儿，穷酸。哎，想拿点啥都没得拿。司令，啊，刘祖光他们来了，就在院子里。好，太好了。哎呦，哎呦，我这屁股啊都坐疼了。回兵，备马回营。是。哎呦，刘总指挥大驾光临，卑职有失远迎。 得罪了，孙玉领孙司令，哎，搞什么名堂？你假传我的命令，把蒙水县的政府和部队挤到城外，你现在又要撤？不是，假传命令哪有的事儿啊？我带部队进城啊，是因为兄弟们在乡下都待烦了，就想进城逛逛，洗个澡、修个脸、剃个头、买点东西啥的。哎，谁知道这共产党的政府和部队不知道想啥呢，躲着我不见我。 您可不能偏听偏信啊！别东拉西扯的。我现在问你，你给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什么？回吴店营房啊，该干啥干啥呗。孙玉玲啊，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一不通知县大队回防，二不留部队交接，让蒙水县城处于不设防状态。你不知道这里距离日军只有40里地吗？日军的快速部队到这儿只需要半个小时。哎呀！ 我现在是来也不是，走也不是，是吧？那劳烦您费心通知了啊！孙某告辞。白松，让他走。他就是个兵痞。 不尊重上司，不服从上级的命令，就应该撤他的职吧。战乱时期，这种现象很普遍。他们的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自筹的，手上的武装几乎就是私人的。撤了这也没用。白松，你现在马上派人去联络蒙水县的抗救会和县大队。是。 少佐、電報が届きました。手に乗るぞ、劉祖光。お主よ、俺は急行部隊の水の地帯を振り切って車で行く。君はキビタンを連れて東方守備パスしろ。今度こそ劉祖光を倒そう。そして蒙水县を3級するんだ。はい。县长说什么？刘祖光怎么了？ 必须会，刘总。总指挥，日军用重炮轰开了南城门，现已冲入城内。县大队被一股日军拦截在北城门外，无法进入。蒙水守不住了，你需要立即撤离。我留下了掩护。白松，敌军是冲着我来的，我走到哪里都会被摩托化日军追击。这有2个指令，一封是给蒙水县大队的，一封是给周梅同志的。你现在马上带着骑兵连打开北城门冲出去，与县大队会合，
要他们遵照我的指令来执行。总指挥，那你呢？我对这儿很熟，你放心，我会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你带着部队过来救援。爹，刘百松，执行命令。骑兵连，跟我走。是。有人来了！指挥官，谁是指挥官？大队长。指挥官，俺是蒙水抗救会长兼县大队长佟立，这是总指挥的手令。你现在马上带人跟我一块去城里解救总指挥。干什么？赶紧下命令啊！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已经开始，我们要蓄积力量，准备打持久战。我命令蒙水县大队立即撤离，到乡村去，到山区去，按照毛先生的战略，组织全民抗战。我命令刘百松副支队长立即返回故城，听从周密同志的指挥，不得有误。此令，刘祖光。爹，刘先生，不必如此，我们还可以合作。合作不成，我也可以答应您赋闲养老，过平静的日子。我要告诉你，李民经、孙一林和李少当这样的汉奸，改变不了抗战的大势。最终，你们这些侵略者一定会被赶出中国，或者被消灭、埋葬在这里。这里的河山是我们的，是中国人的。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你怎么还流泪了？我们相识多年，他是个好人，他提携过我。你倒是有情有义，但这在战争时期会害人。刘祖光是个好人，
但他是敌人的好人，明白吗？明白。既然你这么有情义，他的后事就交给你来处理，把他送到顾城去，让他们知道，与皇军对抗就是这样的下场。是。我去找个棺材，把它装殓起来。不，尸体我来处理，你只负责送回去。至此关头，别无所求，唯将二子托付，寄送二人赴延安抗大学习，亲临毛先生教诲，成就革命之才，以为慢求一生未竟之志，祖光拜上。祖光先生，牺牲的太可惜了，是我们抗战统一战线的巨大损失。没想到今日一别，就是天人两隔。等白宋平静以后，把这封信给他和诸位看看。哎，好。下，停下！你们几个停下！这是玉团长，你怎么来了？知道为什么我选你们几个护送祖光先生回顾城吗？不知道。因为你们几个还有中国人的良心。可顾城人拿我们当汉奸啊！别废话，快来帮忙。是。我来搭上。おー、来た。いやー、門瀬を陥落させ、両倉庫を滅ぼして、素晴らしい手柄だ。山下君、おめでたいです。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村田さん。これは練習への前奏にすぎません。いやー、いいこと言うな。ところが、山下君、これからの目的は仁さん、それでも校長？まずはイ先生め、それから伊州蒙水伊先生のあたりを有形期待を殲滅し、もちろん貢献します。顧長はとりあえずほっとく。そことして国民党と共産党の間にくさびを入れて、お互いに恨みを持って作戦できないようにさせるんです。詳しく聞かせてくれ。俺は孫玉林前省長透明性がある。お互いに犯さないこと。顧長のこうして彼らの補強を調査する
ナッパリとしてコケルトやこそ把握しました。あの辺りの旧山島は在いていたから少し猫を残して話を忘れてやる。そして俺は情報によってそれぞれが怪我します。なるほど。山下君、君は本当の素晴らしい戦術家だ。托马。你们几个送完祖光先生就别回来了，留在那里参加抗日的部队。可是，那边的人会不会把我们当汉奸打死啊？那就把你们的帽徽、领花都摘下来，和原来那些狗屁的标语放到一起。快到故城的时候，你们要朝天鸣枪，为刘总指挥送行，然后肩枪敬礼，齐步走，护送灵车。你们就说这些改变是你们做的，只要不提我，那边的人就会原谅接纳你们。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将面临更加残酷和严峻的局面。陈专员，恭贺陈专员守正荣升！恭贺陈专员守正荣升！第一份任命书，兹委任陈守正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5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此令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第二份任命书，兹委任孙玉林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5县保安司令部司令。此令国民政府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司令沈鸿烈。孙司令，哎呀，我说陈专员，你可真有点能水啊！5县保安司令，我以为你给我画了个饼，没想到还真吃上了啊！兄弟，这是名正言顺才能拿到令。请。现在虚的拿到了，咱们得来点实的了。明天咱们就去接收故城。好，我要亲自兼任故城县长，动作要快，让他们来不及准备。
知识，进来。知识，张团长来了。请。呀，志平来了。知识，我来看看您。来。哎呀，你瞧，你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您是我的上司，看您怎么能空着手呢？吃饭了没有？刚在团里跟兄弟们吃过了。你总是跟我这么客气。坐。下回来一定要在我这儿吃饭，陪我好好的喝2杯。李知识啊，我真不是跟您客气。咱们现在身处异乡，诸多不便，我呀还是不要上门给您添麻烦了。这破地方还真是诸多不便，连我顾城院子的2成都不到。我那一大家子老小，现在就勉强的天天挤在这儿了。确实，您顾城的家呀，我是见识过，雕梁画栋，亭台水榭。别说是在顾城，就算是在省城，那也是顶级豪宅。哎呀，不值一提，不值一提。李知识，我这次来啊，是想问问您，咱什么时候可以回顾城？李知识，我这次来啊，是想问问您，咱什么时候可以回顾城？我那帮兄弟们想家都想疯了。一直逼问我什么时候回顾城，什么时候回顾城，我哪知道啊！我也想，但既来之则安之啊！你一定要告诉兄弟们，不能着急。李知识，您这话什么意思啊？山下先生自有他的一番考虑。什么考虑啊？难不成山下先生就是这么着把顾城留给敌人？那也许有人比我们还着急呢。谁呀？谁还比我们还着急？孙玉玲。孙玉林，老哥，山下先生是不是把这顾城给了孙玉林了？这样的话，山下先生就可以利用矛盾，让他们自己打起来。哎，那他们要是不打呢？以皇军现在的实力，那打与不打，都不会等太久。你说呢？哎，我听说你跟王翻译学日语了。啊，这日本人一发布命令就得说日文，我也听不懂啊，还得让王翻译给我翻译一遍，我还不如自己来。这就对了。那听日本人的指挥，不会说日语怎么行呢？哎，学会了日语，那日本人一准高看。民国17年，日本人进济南，要不是你哥我会日语啊，一个误会，我这脑袋差不多就让日本人给崩了。嘿嘿。陈专员，陈专员，恭喜你荣升啊！哎，别急着恭喜，还有另一份呢，给他看看。哎，谢谢。陈专员，你任命自己为古城县的县长，怎么了？这有点麻烦了，这是。有什么麻烦？我是5县专属特派员，有权任命县长。陈专，你别急，是这样，县议会和村镇代表开会决定，我们成立了古城抗日民主政府了，大家投票选出了周密同志啊作为县长。周县长已经上任了，这个有点遗憾了。这么说，你们是不认可我这份任命了？陈专员，不是我呀，不是我们，这是县议会和村镇代表选出来的，这是民意啊。县议会的议长是谁啊？靳开明，靳老先生，您认识啊？靳开明啊。他开着全城最大的绸缎行，乡下有1000亩的田产，选共产党的人当县长，简直是匪夷所思。对不起。也好，既然是靳开明的议长，他会不同意我当县长吗？陈专员，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金凯明老先生啊，他是个组织者，他是召集人，这个议员是投票来的，这村镇代表、县议会是投票选出来的。有议员名单吗？陈主任，这个议员的这个名单这是公开的呀，我把这个名单拿来，你翻一翻。这。老李啊，这兴修水利啊，有利于子孙万代，咱们得好好规划规划啊。这个同志啊，以前没见过你，你叫啥？退后退后。哎，阿伯，这位是新上任的陈专员。哦，是李家庄李副院。我和你们周会长有要事相谈，你回避一下。回避啊？你歇一会儿，歇一会儿。哎，老李，你啊，先到伙房啊，弄口水喝，这完事儿我再跟你说水利的事儿。周先生啊，陈专员带来了任命书。一个是任命他为五县专员。还有一份任命书呢是，陈专员自己任命自己为古城县长。陈专员，这真是有失远迎啊！这个，哎呦，我这一身这又脏又臭的，我换个衣服啊！哎，不必了。你干什么去了？哪有个县长的样啊？成何体统？这不是李家庄去年遭了旱灾了吗？我领着这县城的中学生啊，还有咱政府的工作人员去给他们修渠打井去了。哎，我还从城里给他弄了好几大车的那个粪肥，给他们运过去了。在上者，只需以礼仪服人，哪里需要亲自做农活呢？你有你该做的事儿，你何必亲自去忙活这些事儿啊？我们共产党从不认为在老百姓面前是在上者，我们就和老百姓站在一起，我们是服务于人民的。准确地说，人民是我们共产党的在上者，为他们干点农活，那不是正常不过的事儿吗？县长，废话少说，我是来接受县政府的委任状。我这手太脏了，不看了啊！你自己任命自己，不用怀疑。哎，庄，这县里的情况你说了吗？这我都讲了，周县长。陈专员想看一看议长和议员的名单。陈专员，你看。这上面的贤达人士不少啊，这些社会贤达都是我以前在顾城的好友。轻点。对不住。靳开明议长更是我的莫逆之交，我当县长，他们岂有不同意的道理？好，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要遵从民意，那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县议会的人多久能召集起来啊？不用着急，都在这块儿了。今天他们来开例会。对，你赶快领他去，直接去议会啊！那我这避嫌，我就不去。周书记周书记，有点信息啊。那行，石培啊，石培，那咱看看去。这边。下一个议题，周县长提出的。陈专员到，大家鼓掌。哎呦，周院，靳议长。哎呦，陈主委，稀客。龚秘书，把我的专员任命书给靳先生看看。山东省政府委任状，自委任陈守正为顾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5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司令省主席沈鸿烈。大家鼓掌，祝贺陈专员荣升。今天兄弟我来到顾城县议会，是有一事相求于议长和诸位议员先生。我这儿啊还陈专员，你看你在这儿讲话，我是不是回避一下？
你不用走啊，你得留下来给我做个见证，免得到时候说我是一面之词。好。我这儿还有一份任命，请靳议长向大家宣读。委任状，自委任陈专员守正，兼任故城县县长，司令五县专属特派员陈守正。不是都任命周密当县长了吗？这怎么又改了？周密是经过我们咨询选举的，他的回答大家都满意啊，也都落实了。陈守正来了，能比周密干得好吗？请大家安静，有什么意见，请各位议员向议会陈述。我想请问陈专员，请讲。周密上任，经过了议会和村镇代表的质询，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故城民生凋敝，财政收入锐减，政府入不敷出，问他有什么措施，他第一条就答应将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薪资取消，实行供给制，只拿少量的津贴。请问您上任会不会改变这个做法，加重故城的负担呢？陈专员，你别干瞪眼呀！你大伙儿等着你回答问题呢，是不是啊？我知道。所有工作人员都有家眷，没有薪水怎么行呢？可是，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到了，家属也是政府公给，除了少数因此离职的工作人员，现在国家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切工作正常啊。共产党当政的政府，田赋每亩只有不到20斤，您的故城临时政府曾经征收过每亩80斤的田赋。你想让我们支持您当县长，也得把田赋减下来，最好比现在的更低呀。是啊。共产党提倡一夫一妻，禁止公职人员找小老婆，你们能做到吗？你陈守正能做到吗？我那是为了繁衍子嗣才娶的小夫人呐。共产党也不反对如此方呀，但要先离婚再结婚，一夫一妻。对，要一夫一妻。大家别嚷，就你这个问题啊，陈专员一条一条逐个回答。我回答什么？我不回答。你们这都是什么议会？简直是胡闹！陈专员，你慢慢。根据刚才通告的情报，我们得马上制定出下一步的部署和对策。啊，大家伙儿都发表一下意见。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啊！你不能信。哎呦，陈专员，你，好，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省政府新任命的5县专员。我不管什么专员，我们现在正在开军事会议，5个人员请示。小令。刘公子年轻气盛啊，军事会议。周会长在这干什么？他都能参加，我这个专员就不能参加了吗？陈专员，是这样。我们故城抗日挺进支队呢，现在已经纳入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编制序列，我是挺进支队的政委。政委？对。你还是不是故城县的县长啊？我要跟你谈话。好。啊，大家伙儿接着讨论，咱们进一步谈。哎，请啊！来，请坐。哎，陈专员，我得给你通报一个情报啊。这个日军占领宜山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故城。
这也是我们召开军事紧急会议的原因呢。情报可靠吗？可靠啊！经过多方面渠道的证实啊，这个山下聪啊，要不是因为他主张暂缓，恐怕我们的县城早就丢了，日军早就攻占城里了。考虑到顾城的现状，我尊重县议会的选举，撤销对自己的任命。这个县长，你就当下去吧。不是，但是，如果你擅自撤离，把顾城拱手让给日寇，我是要兴师问罪的。我是顾城县的老百姓选出来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我定会履行我的职责。好自为之，告辞。这陈守正还挺敏感啊！我这一暗示，马上就悟出来了。山下聪是要挑动党的和我们打起来。是他心里面就是想着让鬼子把我给灭了。老周啊，经过大家伙的讨论，现在呢，基本上形成了2种意见。那么第一种意见呢，是以刘副支队长为代表的，主张坚决抵抗，然后利用目前的间歇，抓紧进行对于顾城的堡垒化改造。那第2种意见呢，就是以我为首，主张避敌锋芒，撤退到农村，打游击战。现在大家伙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还是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吧，继续讨论。我们要把所有的利弊都分析清楚，毕竟这是军事问题，生死攸关的大事，要做决定呢，必须要谨慎的。那我接着说，顾城和蒙水、宜山完全不同，这儿城防坚固，而且还有之前日本人留下来的防御工事体系，再加上我们的粮草、兵马、弹药、武器都很充足。我们挺进支队是正规部队，天天让我们打这种小范围的游击战，我们的官兵心里都憋着火，要跟日本人大干一场，对不对？对呀，刘副指导说的对呀，咱们骑兵连天天都想着给日本鬼子大干一场呢。对，俺们这几个中队的同志们，那战斗一层都憋了嗷嗷叫了。大家伙呢，先别冲动啊！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日本人呢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到了华北，村田联队又回到了宜州，他们有重炮战车，而且还有航空兵的支援。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很难能够坚守住顾城啊！与其到时候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再突围，不如现在就主动撤离，占领广大农村地区，开展持久战。周政委，我觉着彭支队长说的有道理。在这个时候，咱避一避敌人的锋芒，到农村去，坚持持久战。论持久战，我也看过毛先生在结尾也说了，要打出几个中国的马德里。要我看，有我们挺进支队在这儿，我们顾城就是鲁南的马德里。祖光同志在牺牲以前也跟我们说过，要让我们避开日寇的锋芒，让我们到农村。你说到我父亲，我更要向日本人讨还血债。我在中央军校跟德国教员专门学过现代城市防御作战，这就是我们应该超越父辈的地方。我们不能把兵力分散到乡村去，而是应该在乡村组织起民团，支援顾城，然后向五战区和山纵等其他兄弟部队寻求支援。各位，我们要在这儿，在顾城，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就算最后失败了，我们必须放弃顾城，我们挺进支队，也让日本人在这儿血债血偿，闻风丧胆，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对，打出威风来。彭队长，你是怕了村田联队了吗？我怕，我们那不到10条枪的时候就跟村田干过，而且还打胜了。那是什么？那是日本人的收容队，200几个打30几个。你懂什么呀？我懂什么？胜仗就是这么打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从来都是以弱胜强，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哎呀，彭支队长讲的好啊，我不懂，一个县政府秘书在那儿插上话了。不，你来吧，你去跟彭队长一起去打日本人。安走，我也不是插话，这不好了，走。别说，你喝口水。这样吧，上级通知我和彭支队长去开会，研究日后增加兵力，准备执行所谓的治安作战的对策。我们准备在开会期间就是否坚守故城，跟山纵做一次专门的汇报，求得指示和支持。我认为啊，现在我们要着手2件事。第一，由民政科的张科长牵头，带领财税科的李科长张奇峰、刘竹梅、王玉，制定出故城内的老百姓和政府机关人员撤离的计划安排。并且在必要时，能够分头组织实施。好，无论是战还是撤，这都是要事先做好的安排准备。第二，由刘副支队长牵头，制定故城的防御保卫计划。还好，根据情报，敌人不会很快进攻故城，所以最后到底是战还是撤，就等我和彭支队长开会回来，再结合上级的指示，我们再做最后的决定。朋友，来总，你们觉得合适吗？我同意。我会制定出一个完善的计划，并且完成具体部署。好。故城内线情报：故城共产党没有和程守正打起来，程守正反而把故城留给了周密。这个程守正还挺狡猾。是啊，先生，以目前皇军的力量，故城的国共两方加起来不够皇军打的，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内讧来削弱他们？倒不如早点攻下故城了。共产党1年在那里没少征收钱粮，扩大队伍，我这个故城之事，哎呀，干瞪眼，着急。不要只看眼前，国共两党矛盾由来已久，不可弥合。为了暂时扛住皇军的压力，选择合作。但只要我们稍微缓一些，制造一个理由，他们就会打起来。如果他们真的为争夺故城发生战斗，那么影响到的不仅是故城，而是整个山东，乃至全中国，影响到两党的信任和合作。这才是我策划这个事件的价值。但是很可惜，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上钩。之后这类的行动还要不断的策划。是。现在我只好把给孙玉林的骨头收回来了。我马上去找村田连队长，让他出兵占领故城。好，要让敌人措手不及。五回首啊，四季发财，8匹马呀！不行，是的，很行，好我说的，这平君你太狡猾了。看了，小雪，你觉得蒙水好还是故城？大麦。要我说，还是我的家乡，北海道。北海道好。小雪，你在这儿跟我扯什么淡？北海道好，你回得去吗？你要是觉得蒙水好，你就在蒙水待。我想回故城。金平君，你也在那儿给我瞎扯什么淡呢？啊，故城你回得去吗？我回得去。皇军调来那么多的队伍，我还回不去故城了？金平君。你很想知道什么时候回故城？我当然想知道。我想回家乡。
季平君，攻占古城那是春天部队的作战，我只是跟着警备。至于作战计划嘛，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问你了吗？你个小小中尉，你知道个啥呀你？季平君，我老兵，我能猜到我们什么时候会攻城啊！行，你知道啊！喝酒，喝点酒就喜欢吹牛。来，季平君，咱俩赌一局怎么样？赌什么？我赌3天之内我们会攻城，要是我赢了，你在古城安上了，请我娱乐；要是我输了，我在这里天天请你喝酒。没问题，小野，只要能回故城，你在兰香楼所有的花销，我包了。季平君，全快！但是先说清楚啊，我不去，我订婚了。季平君，你的不是军人，军人随时都会死掉。我们要享受活着的时候。订婚？哦，季平君，你看看，我的老婆、孩子的，统统都有。胜利的回日本，我继续爱他们。但是现在我在战场上，我是男人，我需要慰安。小野，你拿着老婆孩子的照片去妓院，很正常。我做不来。这跟男人不男人，他没关系。他这个是，算，不说这个了。喝酒。你不懂。刘副支队长，城里面来了情报，说春田联队要进攻古城，现在周书记和彭师长都不在，你看这事怎么弄？好啊，终于把日寇给等来了。古城的防御体系已经基本完善，无人掣肘，我来指挥，我们干个痛快的。通知县政府和挺进支队的干部开会，布置战斗任务，安排民众和政府撤离。哎，刘副支队长是这样，你看，到底是打呀，还是撤？是不是等大家回来，好好商议一下再决定啊？商议什么？跟谁商议？反对坚守故城的不就是彭勇吗？上次开会大家态度很明确了。现在我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军事行动由我决定。刘副支队长，但是你。